我偷偷把战损的战神绑了回来，给他喂了药，然后告诉傻子战神他是我的狗。爽了2年，美美收拾包袱跑路了。跑路不到半年就被战神找到，男人目眦欲裂，咬着牙。我装了2年，然后你说你不要我了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宗族试炼，我又拿了第1。长老让我发表一下感言。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？程金兰。我扬了扬脑袋，偏头看向了那边已经醋得不行的小狗，说道：我睡到了天底下最帅的男人。骄傲，自豪。台下一阵欢呼。我程金兰是我们魅魔一族个顶个的天才，学弟学妹们都开始兴奋起来，羡慕的目光投向我。下一秒，我就被不知何时上台的谢灵旺拦腰抱住，他的嘴巴里面发出沙哑的声音，表达着对我的占有欲，脸埋进了我的颈窝。我把他的脑袋掰直，然后浅浅在他的唇角落下一吻。小狗马上心领神会，按住我的脑袋就亲了上来。欢呼的热浪到达了下一个高潮，我不由得在心里喟叹，战神真他妈太适合给人当狗了。我是从仙魔大战的战场上把人给绑回来的，刚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还是清醒的，刀削一般锋利的脸上被划了口子，渗出血迹。他刚刚被人背刺，魔族奸细在他背后给了他一刀，衣服被打烂了，鲨鱼线啊，人鱼线啊，若隐若现啊，全是好风光。见我来了，他稍微掀了掀眼帘，沙哑着声音，不耐烦，滚。我低了头，一个低级的束缚咒他就完完全全动不了了。他咬了牙，气恼地微微仰头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蹲了下来，手挑起他的下巴，微微一笑，小狗乖。然后我开始上下其手，从喉结摸到腹肌，然后看到了开始工作的小家伙。嘻嘻，我拍了拍，更精神了，不错不错，龙精虎壮。随后我抬头，对上了战神殿下愤怒的眸子，我害怕了一瞬，然后亲了上去。再嘴硬的人，嘴巴都是软的，唇齿纠葛，那要顺理成章的进了他的嘴巴里面。只是片刻，他就受不住了，喉咙中压抑着愤怒的声音，但很快他叫不出来。那颗药丸可是能让他前尘尽忘，变成一张白纸的好东西。他的眸子从阴翳变得纯净，一瞬间甚至涌起了些许泪水，然后叫的第一声是妈妈啊，超绝抹布兽。他的第一课是教他吃饭。我们魅魔的食物和人类的食物大有不同。我给他搞了4斤米，3斤面，煮好放在他面前。他和我说，妈妈我不饿。我给他一拳，叫主人。妈妈，主人不饿。妈的，蠢狗，明明肚子都在叫。我往他嘴巴里塞了一颗药丸，于是他那张硬汉脸上露出孩子一般的可爱神情。他瞪大眼睛，连连惊呼，妈妈，这个好好吃。好吃，好吃就对了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无言的沉默持续了3分钟。那之后，他带着眼泪开始扒拉自己的衣服。妈妈，主人好热。热，该你热的。你不饿是吗？那我开饭了。我看着他情欲渐深的眸子，等他受不住了，终于开了尊口。刚刚我说你要叫我什么？他疑惑地看着我。我不说话。他难受得要死，半天哭出了眼泪，才开了口，汪汪。我愣住半天，我是想让他叫主人，没想让他学狗叫的。他看着我，眼泪越流越凶，理越静越猛。我不理他，于是他无师自通地咬着我的腰带，一点点退了下来。天菩萨，到底谁才是魅魔？那天我是彻底饱了，我敢发誓，我从出生起就没这么饱过。蠢狗看我不动了，又开始掉眼泪。我做的不好吗，妈妈？可是妈妈昨天一直说爽。爽你个大头鬼！我真的很想起身去上个厕所，但是我手都抬不起来。他见我手颤抖着，又开始眼泪哗哗流，手却握着我的手腕，干脆利落的给了他自己一个巴掌。谢灵旺，我做错了，对不起妈妈。
道歉认错，华贵一条龙。说实在的，我有那么一瞬间的心软，但是下一秒这狗就自言自语起来：你没吃饱吗？妈妈，我可以继续。语气笃定，行动迅速，下一秒手就准备扯我的被子。我想阻止，但我说不出话。不是我想拒绝，只是我嗓子哑了。那就再吃一次吧。你饿了吗？谢灵旺的声音将我扯回现实。他看着我，那眼睛里面不无委屈，但是现在还没到家。他抱着我在天上御剑飞行。我孤勇半天，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，想睡觉，但头疼，脑子里面过着剧情。这个世界马上要迎来第一个小高潮，战神归位，天下大乱。那剑却一个急刹车，顿在了半空，然后是金属在空中碰撞的声音。我被小狗牢牢护在怀里，还有闲心探头去问发生了什么。谢灵旺单手抱着我，另一只手拿着剑，3两下解决一个，还不忘体贴我，是太晃了吗？我打了个哈欠，把他穿得松松垮垮的衣服扒拉开，把脸贴在他饱满的肌肉上蹭了蹭。啊，会打架的宝贵粮食。小狗的呼吸重了几分，心脏跳得也快了几分，然后突然顿了一下，像是停跳了。我似有所察地抬头，下一秒却被小狗宽厚的大掌往胸上按了回去。娇俏的女声下一秒蹦开：谢灵旺，你当真忘了我们的婚约吗？女人声音凄凄惨惨戚戚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呼吸突然停滞，狠狠愣了一下。我知道是谁，那个魔族奸细谢灵旺的白月光未婚妻凌霄仙子。不出所料，下一秒我听到了谢灵旺无比紊乱的呼吸声。想及此，我下意识咬了一口谢灵旺的胸肌，他微微颤抖了一下，随即有些慌乱地将我拢了起来，小声道：妈妈。凌霄仙子继续发力：你怕是不知道，他给你喂了药。我心下一慌，抬头便对上谢灵旺溢满戾气的眸子。他看着我，神色复杂，我从没在他脸上看过这种神情，起码对我从来没有过，像是什么东西要失去的感觉充斥了我的大脑。我3下5除2从他的怀里跳出来：你不解决他吗？谢灵旺没动，我看着他的眸子，他的戾气更重了几分。我察觉到了，压抑住自己的难受，伸手给了谢灵旺一巴掌：你招来的，你自己解决。我先走了，我是穿越者，我救了谢灵旺。他本该是这个虐恋文世界里被扒皮抽筋的存在。他先是仙魔大战，被扔进了魔族，被魔族蹉跎，之后被凌霄仙子带回了天界，为了爱恨逆转的药。本来恨极了魔族的谢灵旺将会被迫爱上魔尊，然后在被折磨中患上斯德哥尔摩，万人敬仰、惩奸除恶的战神大人，最后变成了魔后。但我救了他，他就该是我的。穿越之前，我也是只美魔，我这辈子的目标就是找到一个活好的粮食。于是穿越之后，我就瞄准了谢灵旺。虽然只过了2年，但是这2年我过得很开心。我抹了抹并不存在的泪水，稍微收拾了一下我放在床下面的猫耳朵、猫尾巴，花了高价给谢灵旺定制的现代款水手服。我盘算着我脑袋里面那些 play 指标，已经完成的学院风、兽人风，还没有完成的。我看着手里面刚刚做好的现代风围裙，我有点想哭。谢灵旺那么好的男妈妈身材，就该穿这个。以后再也吃不到高价值的粮食，让我倍感难过。但是如果以后可以一下子吃好几个粮食的话，嘿嘿嘿嘿嘿，心里的难过被瞬间冲淡，我不由得流出了口水。想想也不是那么难过。我稍微紧了紧包裹，就往外走。外面依旧是一片艳阳天。我环顾四周，和所有东西道别。再见，桌子。再见，板凳。再见，我的 king size 大床。再见，谢灵旺。我吃了一大惊，往后退了2、3步，才堪堪稳住身形。How are you？ 他没管我奇怪的语言，脸色潮红。他看着我，像是醉了。你要走了吗，妈妈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恢复记忆，但他打横把我抱起来，像是在祈求。我会表现得很好的，
别不要我。他的眸子说不上清明，只是在亲吻的那一瞬间，我在他唇角尝到了解药，甜的，苦的，要生效需要时间，马上他就要恢复神智。但此时此刻，他的眸子看着我，漾出笑意，把我放在心尖上的人才会溢出的笑意。这是最后一次。我摸了摸肚子，我有点饿了。说实在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一辈子只吃这一口饭。但是事与愿违，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就已经收拾包袱走人了。多亏魅魔没有人类货币，现在攒下来一笔不小的钱。我用了半年时间开了个青楼。我依旧在犹豫，我想救谢灵旺，但是恢复了记忆的谢灵旺还会听我的吗？我是不愿谢灵旺受蹉跎的，但我更不想我自己受蹉跎。我程金兰天生就是米虫的命，所以我打算先享受。我找了一大批帅哥，但我真正打算大吃特吃的时候，那群人在我面前搔首弄姿，我却没了心思。这个太肥，吃起来流油；这个太瘦，吃起来干巴；这个太适中，我这个不太喜欢中庸之道。看了一圈，一个都没兴趣。我不由得想起了9天之上那位威风凛凛的战神。其实说真的，这段时间我也有点喜欢他，只有一点点。听说他在我走后的第2天就回了天上，婚约拿回来了，记忆拿回来了。我还听说这2年的事情他都忘得一干二净。忘了好啊，忘了好啊。我一边想拍案叫绝，一边又是没来由的难过。这么想着想着，就走到了院子里面。当年问我有什么感想的族老站在我面前，架着我就往天上飞。战神把我们族都打下来了。现在他说天庭要跟人压着。哦，族老潸然泪下，我们决定派你去。啊，不是，原书里面没有这一出啊。我不想被蹉跎啊。我往后蹬了蹬腿，我不要被当作贡品啊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啊？长老神秘兮兮，金兰，你要知道，不会带团队，只能自己干到死。你就是团队，你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。我挣扎，我仓皇逃窜，我被五花大绑地关进了战神殿。我要死了。冰冰凉凉的战神殿，里面一点人味都没有。谢灵旺去述职了。我等了很久，等到人都迷迷糊糊地睡着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有温热的东西在舔我的脖子。霎时间，我像是被拉进情欲的深渊，只觉得身体哪里都无比燥热。一股火从小腹往全身蔓延，我睁不开眼睛，但是会痛。我在被啃咬，被吞噬，然后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就看到高坐在主位的谢灵旺，夜色如水，他全然没了那副狗样，整个人肃杀气息十足。他坐高台，就那么抬眸看我。程金兰，他轻轻念着我的名字，气氛沉寂。我哼笑一声，找了个座位就坐下来。这就是您的待客之道。他并未理我的话茬，只一招手，便有仙士上前。那仙士有几分小心翼翼地护着托盘上的东西，还没等我看到那盘子里是什么，谢灵旺已经3步并作2步地上前。他捏起我的下巴，亲了上去，缠绵悱恻的吻，然后是被扣在脖子上的玉环。说是玉环，但称作项圈更加恰当。那项圈被挂在脖子上，我抬头便看见谢灵旺冷淡的表情。不该是这样的。他歪着头喃喃，像是疑惑，又像是叹惋，却唯独没解释那个吻。我问，为什么亲我？谢灵旺愣住，他皱了皱眉，仿佛在纠结。他打量着我，又抿起了唇，眼睛里面的迷茫一闪而过，接踵而至的是明晃晃的恨意。他看着我，目光提起又落下，最后拂袖走了。我摸了摸自己染血的唇，那吻用力到了极致，而谢灵旺的背影也冷漠到了极致。我愣了片刻，主剧情终于来了。谢灵旺被喂了药，爱恨扭转。但我想，他恢复记忆之前没多喜欢我，现在应该也没多厌我。他是该杀了的。谢灵旺想着，刚见面时他就已经觉察到了恨意，对面那个长得异常漂亮的魅魔的恨意，滔天的恨意，
他是该杀了的。他当时上前几步，那手本应该是贯穿了他整个胸膛的。他不清楚为什么后面那么突兀地抱了上去，很软，很温暖。谢灵旺伸出了自己的手掌，那上面纵横交错的伤疤无比难看，但仔细端详，又像是被人好生照料过，浮现一层浅薄的光泽。他好像有几年都没受过伤，从他飞升成神，便是连年征战。他自己伤痕累累，甚至还剥去了自己的黑暗面。他不受伤，这可能吗？谢灵旺突兀地想起那个魅魔身上的香味，他无比熟悉的香味，思绪无比杂乱。谢灵旺下一瞬好像是背后被人轻拍了一下，他一扭头，却发现是自己的未婚妻。你还没杀了那个魅魔吗？不该说是未婚妻的。谢灵旺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心中喷涌着爱意，他的大脑却无比清醒。他不该爱他，他身上没有任何一个是他所钟爱的。他该爱谁呢？谢灵旺皱着眉，他的大脑里面浮现了一个名字，妈妈。于是谢灵旺压了眸子，发问：我妈不是死了吗？谢灵旺忘记叫人给我发垫子了，这战神殿的床硬得要命，我的腰是用来睡男人的，不是用来睡床的，真是硌得慌。我翻了个面，于是就在月光下看到了人影，仙气飘飘的毒妇来了。我翻身下了床，我可认得这个毒妇，这不就是谢灵旺有婚约的那个老婶子白月光？我大啦啦往前走，找了根柱子凹造型，有何贵干？毒妇不满地哼一声，随后手指紧握，脖子上面的那玉石瞬间温度滚烫。我屈膝往下跪了下来，好烫！妈的！谢灵旺这么欺负老子！我往后倚着柱子，尽可能体面地看着他。毒妇尖酸刻薄地开了口，看你这种穷酸样，必然不知道我是谁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养了谢灵旺2年，他未来也只是魔尊面前匍匐的一条狗。狗！我喘着粗气，不由得有几分好笑。我家小狗，我好端端养了2年，养得细皮嫩肉，到你那破魔尊面前就只能匍匐。我这话也是硬气，但我知道的清楚，若是和魔尊正面刚上，我必然会死。那魔尊原书里面就是克制谢灵旺的。毒妇哼笑一声，挤不上来，狠狠踩上了我的手背。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你以为救了谢灵旺，让他免于那2年的包谷噬魂，他就不可能喜欢上那个魔头吗？穿越者，你实在是太天真了。凌霄仙子松了手，疼痛瞬间消弭。我惊讶于他知道我穿越者的身份，他笑了一下，很快低下头。天道不会让你破坏故事线的，还不懂吗？心脏开始狂跳，我看着他，又看向了窗外的皎皎明月。他不爱我，也不爱你，他只会爱他的死对头魔尊。这就是世界的法则。凌霄仙子上前几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眯着眼睛。他踩上我的手，下一秒是狠狠的一巴掌。我从没被这么打过。我咬着牙，只3、2下就把他压在了身下。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他高高扬起的玉剑，只是下一秒，那剑到了我的手上，一瞬间贯穿了他的胸膛。凌霄吐了血，他看着我，眼里不无同情。你太碍眼了。我被定在原地，愣愣地看着他，看着他的手抚上了我的脸颊。他怎么还会记得你？怎么还会爱上你？但是不会了，他会杀了你，我一死，他就会忘了你。我的心脏就是这个世界的钥匙，他现在还会对你有感情，但是只要我一死，谢灵旺会完完全全的恨上你。凌霄仙子完全发了癫，怪你吧，程金兰，谁让他那么喜欢你？血液越流越凶。凌霄笑着将目光转向了门口，站在门口目眦欲裂的是这本小说的男主人公谢灵旺。他红着眼看着我，像是看着自己生生世世的仇人一般，那是明明白白的恨意，看得我难受。都是因为嘴馋，我不该招惹他。长剑抵住喉咙，谢灵旺问我为什么要杀凌霄仙子。我喘着粗气，我看着面前的人，我突然懂了，我没办法更改他的结局。我2年前捡到他，当时被绑上天庭没逃走，
都是因为我觉得我能改变他的结局。毕竟小说里面都是这么写的。而现在我有点累了。谢灵旺，杀了我吧！我看着他，我很想笑他。堂堂战神，却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我费尽心思，也抵抗不过世界法则。破坏1尺，就有1寸在后面等着你。我哽咽着出声，我讨厌你。谢灵旺的眸子狠狠颤了颤。他明明恨我，但依旧对我所说的厌恶反应剧烈。我该怪我自己的，当初就不该救他。好麻烦，蹉跎我自己。但直到看到他那种带着恨意的眸子，我才知道，我是喜欢谢灵旺的。但是谢灵旺要杀我，所以老子不喜欢了。老子就是拿得起放得下。于是我重复了那句话：我讨厌你，谢灵旺。玉身长剑被扔到地上，哐当一声在凄冷的殿内炸开。谢灵旺手抖得厉害，我很难形容当时谢灵旺的表情。他在委屈，又在恨，两种表情交织。他甚至不懂他为什么慌乱，他的眸子颤抖着，我看不清了。直到一抹红色出现在了天际，伴随着先是慌张不已的声音，我同谢灵旺一起转眸。魔尊，魔尊打上来了。然后我听到了谢灵旺的心跳声，剧烈、有力、磅礴，以往只会在和我相处的时候才会有的剧烈心跳。我自嘲地笑了一声，命定的缘分。天际的红衣窜得很快，蔓延而上，一袭红衣的魔尊很快窜了上来。我见谢灵旺抿着唇，面色不愉，又见旁边戴着面具的魔尊步步紧逼。谢灵旺眸子里情绪纠结不清，我挣扎着去拿那柄长剑。我脑子里就一个想法，死了就好了，死了就能回去了。还是现代好，我来救谢灵旺做什么？我真是榆木脑子。就在指尖触碰到那柄剑的时候，我的手却被攥住，红色的袖袍垂落，热意从相连的手腕处传了过来，侵蚀而上。我抬了头，却猝不及防对上了一双带笑的红色眸子。魔尊并没有束发，那样子我却熟悉，分明是谢灵旺的眸子，分明是谢灵旺的脸，但我不敢确信。直到魔尊蹲下身子，将我拦腰抱起，拍了拍背，像是在哄小孩。妈妈乖。动作轻柔，语气放缓，脖子上面的玉环应声而碎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魔尊却看向了一旁的谢灵旺，一字一顿，既然你不想要程金兰，就是我的了。我看不见谢灵旺，我埋在魔尊怀里，我一直在哭。魔尊怀里有熟悉的小狗气息，很好闻，很安心。直到被魔尊抱着踏进殿的时候，我才后知后觉得有些慌乱。身后的尾巴乱七八糟的摆来摆去，脑袋上面的角也不受控制的窜出来。我想去接魔尊的面具确认，手伸出去却收回来。不好吧？抱着我的男人一下子笑开了，他牵着我的手，一点点地把面具拉开，那下面确实是谢灵旺的脸。我是他的影子，妈妈，他就是我，在魅魔族里面的那些年，是他也是我。他们本是同源，魔尊是被谢灵旺强行剥离的阴暗面，世界剧本乱得一塌糊涂。本来是独立人格的魔尊，现在变成了谢灵旺的影子。他把我放在床榻上，抓着我的手亲了亲。妈妈，别想他了。他这么说着，自顾自地将自己扣到顶的衣服一点点解开。第3颗的时候是锁骨，第6颗的时候是茱萸，到第8颗的时候，我看到工作的小家伙。我发着愣，他就看着我笑，笑着躺下，让我坐到他身上，一点点给我介绍。手被他牵到了脖子上面，他解释，这里戴项圈，然后往下点了点，这里戴环，继续往下，这里我找人做了珠子，到时候我戴上给妈妈看看，好不好？勾引，这是赤裸裸的勾引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催眠自己，我是一个魅魔，我是一个有节操的魅魔。小心翼翼，我该叫你什么？身下的男人闷闷地笑了出来，他眯着眼睛，像是在享受我的触碰。妈妈，给我取个名字吧。什么都可以，叫什么我都喜欢。
我收回以前说战神适合当狗的言论，那是因为我没见过魔尊这个魅魔，他才是最适合当狗的人。不，魔！我试探性的把手指伸到他的唇边，他行云流水的含住。我立刻马上把自己有节操的事情扔到脑后。我是魅魔，要什么节操？这他妈才是我该吃的饭。不许动，小狗！魔尊笑了笑，他指尖轻轻颤抖一下，随后任我摆布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再没见过谢灵旺。小狗每天陪我躺到日上三竿，然后去处理公务2个时辰，随后就会病恹恹的过来找我诉苦。好累，妈妈，我肚子有点饿。它比我高上10厘米，扑过来像是一只大熊，啪的一下趴在了兔子身上。我要是心情很好，就会回它辛苦了，小狗。它就拱拱脑袋，但是小狗晚上还是会喂饱妈妈的，近乎臣服的称呼，它叫得很开心。要是我恰巧心情不好，来一句饿了就去吃饭，它就立马开亲，委屈巴巴的哄妈妈应该也饿了，小狗要先喂饱妈妈。明明是影子那一面，黏黏糊糊的劲却更胜从前在魅魔族的时候。天上的谢灵旺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传过来，说他解开了当时的咒语，又说他最近打算下兵征讨魔界。小狗和我一起睡觉的时候也翻来覆去睡得不安稳，我抱了上去，拍了拍它的背。小狗腼腆，醒来就迷迷糊糊的笑，喜欢妈妈，然后哼哼唧唧地说痛。我不知道它哪里痛，就抱着它问，于是它就继续笑，有人嫉妒了，所以痛。小狗和它呀是同源。妈妈，你说小狗要是消失了，你会难过吗？哪有人这么咒自己的？我来了气，伸手给了它一巴掌。小狗被打依旧猛猛的抓着手放在自己嘴边，细细密密的亲。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做的事情它全都看得到。它现在解了咒，也想来找你。妈妈，小狗问你，小狗和它，你选谁？小狗拱着脑袋，眸子雾蒙蒙地看着我。虽然他们是同一个人，但在我眼里，他们一直都是不一样的。在天上那些时间，我明白战神不是我的小狗。我柔柔地朝着他笑，选你小狗。彼时他答应我的东西都带着，嵌着的环上面坠了铃铛，窸窣响着，一刻不停地勾引着我。和我成亲吧，妈妈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我看着他，摸了摸他的脸，上面像是有泪痕。哪有人这个时候求婚？我失笑，却答应道好。小狗嘟嘟囔囔地笑起来，一翻身把我压在身下。它惯会引导我，此刻笑着又想亲上来。好端端的睥睨天下的魔尊，乖得要命。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布置得差不多了，身上被清洗好了，连带着痕迹都不见了。漫天的红绸，要是让魅魔族那边的人知道我成了亲，得笑我的。3夫4妾，10几个储备粮才是魅魔一族的常态。不过为了小狗，什么都好。婚服放在床头，叠得整整齐齐。我和他的寝宫向来没有侍女，小狗平等地对每一个靠近我的生物吃醋。也是因着我被养废了，简单的婚服研究了小半个时辰怎么穿。等我出去的时候，就看到了门口的小狗，它有些紧张地攥着手，左右来回踱步。见我过来，它立马就窜了上来。妈妈，它眉眼弯弯，嘴唇却有些发白。我皱着眉上去讨个亲亲，没休息好。小狗眼睛滴溜转，手指了指唇，意思是要我再亲。我捏了捏小狗的手，问，怎么这么急？昨日刚答应，今日就什么都收拾好了。小狗低着脑袋，像是不好意思，怕晚一点就没有了，像是难过的样子。我失笑，绿茶狗。我蹲下去，然后抬头，有的，我也喜欢小狗。选你，他和你选你。小狗这才抬起脑袋，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。今天四海八荒都会来观礼的。小狗一辈子只有一个主人，妈妈。它在发誓，低着脑袋，又像是讨夸。我揉了揉它的脑袋，和它一起上了高台。高台往下，我第一眼就看到了谢灵旺，阴翳的谢灵旺。他坐在案几前，抿着酒，见我看着他，他露出一个笑容，说不上和善。
小狗紧张地捏了捏我的手，它向来没有安全感，它总觉得我会在它和谢灵旺之间选谢灵旺。我朝小狗笑笑，又亲了亲。仪式举行得很快，司仪是个活泼的狐妖，可就在要对拜的时候，变故陡生。小狗像是体力不支似的，猛地一顿，吐出一口血来。台下哄闹，我赶忙去扶它，却被它制止。它看着我，脸上笑容不变分毫。妈妈，小狗可以继续。我皱着眉，它见我不同意，像是更委屈了。妈妈，继续吧，近乎是求我了。我看了旁边的司仪，摆了摆手，示意继续。但是小狗撑不住了，几乎是我话音刚落，小狗便直直地倒地。我接住了它，它在我怀里奄奄一息，眸子已经变得有几分不清明。好可惜，它喃喃着，小狗还没和妈妈拜堂呢。我无措极了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当然是要死了。谢灵旺不知道何时跃上了高台，他看着我，情绪不明。他趁着我中了善恶逆转的药，哄骗你，自然是有惩罚的，妈妈。我看向旁边的谢灵旺，更加抱紧了怀里的小狗。小狗脸色发白，已然没了意识。我抱着小狗不发一言，谢灵旺就自顾自地慌了神。他没有回还的余地了，程金兰，我才是你的小狗。我看着他，坚定道，我不要你。我知道当年不过是药的问题，我也知道那不是他的错，可是那又怎么样？眼前谢灵旺彻底恐慌起来，他猛地扑了过来，看着我。他看着我，他说当时他是中了药，他认为我没理由怪他当时冷落我，更何况他并没有对我做什么。对，是我自顾自失望，但是我程金兰更喜欢小狗。我虽然是只魅魔，但是也明白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抬眸看向谢灵旺，平静至极。他怎么了？谢灵旺先是不想说，很快就在我的沉默中败下阵来，哽咽开口，我和他是同源共生，情丝尽断，只要一个人先产生了爱，他就会被另一个人吸收。我当时服了药，心里最多的是对你的恨。他要死了，妈妈，只有我能救他，但我不愿意。谢灵旺看着我，恶劣的笑，妈妈，没了他你就只有我了。谢灵旺跪着，脊背弯曲，发丝垂坠。那话是事实，他的声音却带着一丝窃喜。我乱哄哄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下来，小狗的面色肉眼可见的苍白，只剩下一口气。我看向旁边的谢灵旺，谢灵旺，你要是让小狗去死，我这辈子最爱的就是小狗了。我看着他，他愣住了，然后有些慌乱地看着我。他也明白了事实，一个人活着是爱，死了就是挚爱。回忆是会不断美化的，他永远比不过私人。他探究着我的眸子，思忖着可能性，然后他三步并作两步的过来，跪在我面前，自顾自流眼泪。我会救活他的，妈妈，求您疼我。小狗，你看，妈妈救活你了。小狗醒的那天，我已经按着谢灵旺吃了半晌，如愿以偿的让谢灵旺穿上了我心爱的定制款围裙。那天，谢灵旺融合了小狗，他拿自己的灵魂温养小狗，作为代价，我每天吃得饱饱的。小狗刚醒的时候，是谢灵旺压着我的时候，他为了讨好我，把所有小狗对自己干的事情、安的东西都在自己身上来了一遍。然后小狗回来了，他有些懵懵的，不明白现在的情形。我抱了抱他，小狗于是就蹭了蹭。乖狗，乖谢灵旺。后记，小狗回来的第二天早上，我发现自己一左一右躺了两个人。小狗先醒，软绵绵的贴上来，然后谢灵旺醒了，两个人就开始打起来。我挑了挑眉，举手弱弱发言，区两个而已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